baby， 这是哪里啊？湿地公园。听妈妈说，疫情下关了3年，现在重新开放，对，美不美？这些？我觉得就是个人造公园呢。我真的就是觉得它就是个，你看好多那个絮絮哦，梭子鱼草啊，湿地啊，那个是湿的地。哦，樱花，你看，阳光好淡哦。Hello， 大家。Hello。我们今天又出来另外一个公园，这个沼地是不是？湿地不是沼地，沼泽那个叫湿地来玩。对。然后呢，是因为我们这2天都在看那个新闻嘛，然后还有小红书啊，好多 social media 上面就讲说，因为这次过年很多人都到昆明来旅游，我们也确实感觉好像在地铁上、公交上都有好多全国各地的朋友，然后来云南旅游。然后我就看他们在小红书上就分享说，啊，云南旅游都踩坑啊，然后都被骗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比较有趣的经历，就是我第一次带威力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是在2015还是16的时候。我们也有一次在中国大陆旅游被骗的经历，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有趣的。当时很可怕的一个被骗、被坑的经历，对不对？对，我们那时候是去上海，然后去了上海之后呢，我们就报了一个团，然后去杭州还有苏州，对，然后其中最后1天的那个景点，我们报的不是低价团哦，因为我自己知道说低价团就一定是会有强迫购物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是故意去挑旅行社的时候，也都避开就是这种所谓的低价团。我们那时候花的不少呢，我们那时候好像是1500一个人，那3地的其实算是有包吃包住都在里面，然后也都是不强迫消费啊什么的，这都是还不错的。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后1天的行程是在苏州的，是哪个？是苏州吗？还是哪里？反正就是有一个古镇就对了。然后那个古镇的购物店呢，那天配套的是一个玉器的店。然后去之前呢，我就跟威力讲，我们就互打预防针，就说，千万就打死都不要买，就对方不管说什么，我们就不要买就对了。对。然后我们就抱这种心态，就非常的高兴，就走到那个所谓的玉石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去。因为我想说，我一个云南人，本来就是离缅甸很近，产玉的都是我们去骗别人来这边卖去，我自己干嘛还去那个什么苏州那边买玉，我不是脑子进水嘛，对不对？我还自信满满就觉得这个店绝对骗不了我。结果呢，进去之后呢，没想到骗术如此之高明。对。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之后，他就出来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呢，看上去就是嘴非常笨，就是讲什么都不会讲，就是我今天也不知道跟你们说什么，我才来上班，他们就让我来讲，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你们也不用就是买东西啦，你们就做一做，时间到就可以出去，就表现出一份非常的弱势跟非常的笨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形象。然后完了以后就来了一个包装成是一个。库家子弟从什么荷兰学设计归来从德国还是哪里学设计归来的一个富家富2代的形象。对，富2代一进来，老豪爽了，立马就说，那个在场的每个人都送你1条什么项链，什么原价是多少什么的。好，那些都不算了，那他就讲说，反正那都来了，闲着也没事儿。我就给你们讲一讲我是怎么来开这个企业的，以及怎么来辨别玉的真假。那我这个人也是天生就是对知识这一块就是很招架不住嘛。我听说他要讲那个怎么辨别玉的真假，我们就去站第1排就听得很仔细。结果讲完玉之后呢，他就说，来，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那是什么？是什么？拳头产品是什么？是什么金镶玉的12生肖。然后呢，就在那边看，他就拿出来看。然后我就看，因为那段时间呢，刚好就是某人就是在上海有跟我求婚，所以呢，我其实是欠他一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到，是因为这个，对啊，然后我就看到有这个叫什么
金镶玉的你的那个生肖的时候啊，我就想说，那我就索性就买一个，就是给你。然后一问价格，其实也不贵，1200块钱。然后我就觉得也还是可以承受人民币啦。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我也欠你这个东西的话，索性我就把它当做是一个回礼，就回给你嘛。然后问你呢，你就说可以。然后我们就买了。哎，买完之后，我们就跨入了一个巨大的坑。然后买完之后呢，他就说看到我们买了嘛，然后我们就被单独跟那个我们的团员就隔离开了，把我们就叫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就说这个房间呢是什么 VIP 才能进来 VIP 说就是他爸都不带人进去的，他是不能进去，还假装就是让有个手下说你去帮我看一下我爸在不在，然后他那个人就假装就过去，然后回来说马总。这个你爸没在，然后他就说好，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输密码什么的，然后里面的玉呢，每一个都是打出来50万，然后呢有一些直接告诉我无价，这个呢是没有价格的，无价之宝。我想说，又不是李纯的无价之宝。后来呢怎么着？后来呢就要想让我们买那个玉，买那个50几万、10几万的玉，然后他就说50几万的玉什么。打下折来给我们卖多少钱？哎呀，啥都别说了，今天我心情好，按我的车牌来吧，8888888888888，对，就让我们8万多块钱买他50万的。我说我没钱了，大哥，没钱那没关系，你说多少嘛？那咱就交个朋友啊，你说多少钱我都卖给你，你是我的兄弟，什么你看得起我，你让我在我爸面前有面子，然后。你都还记得这些话？我记得啊，还是1000还是2000，反正就是最后就砍得很夸张，50万大概就跌到个1万还是8000多。老实说，有那么一小丁秒钟的时间，我是有一点点心动，就是因为被他那个强势的攻击，因为我们就是很天真，都没有经历过这些，然后被他攻击之后呢，是有一点点差一点点要买了，但是因为实在是囊中羞涩，没钱，所以呢就没买得下去。后来我们就因为我们很担心我们拖累团员的时间嘛，我们就问他说，那不是我说我们要走了，因为团员都还在那个等我们，他就说没事，你团员都买的可开心了，都在那边开心的购物呢。结果后来实在我说我不买了，看他觉得榨不出我什么东西来了，然后呢就把我们就放走了。然后放走了之后呢，我们才一出那个门，我当时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我头上的那个魔咒被解开，然后我就开始脑子里我当时是就是整个这一串事情一连串发生的事情，从那个小妹妹假装很笨，到这个富二代的出现，到我们买那个生肖的那个金镶玉，到最后他把我们骗到那个 VIP 室，我觉得一切都 make sense， 就是全部都串起来，就全部都是他们的套路，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后来我们一上我们的大巴车，根本就不是所有人在买东西，一个都没买，就我俩买了，就我们俩买。然后那天还骂我们说，你们俩怎么那么半天不回来，全部人都在等你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弄了。可是说真的是导游自己说下午6点半回去，因为他没料到说有人会买东西嘛。然后反正就是他们那个厂家放我们出去的时间也是下午6点半，是不是？反正呢就是说，反正就是我们就是被骗嘛。然后回来之后呢，那个玉呢。就某人戴了以后，那脖子就开始过敏，脖子就开始过敏，然后那个玉就从此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戴过了呢，然后就放在那个架子上。像是在哪？在哪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不知道去哪了。反正呢，一个本来很有意义的一个定情的东西，之后就变得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戴了真的过敏。然后这就是我们在云南第一次旅游的时候，这个台湾人跟我想说，我身为一个云南人呢，是我旅游我们是出去骗别人的人，然后就反倒被套路，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个经历真的是防不胜防。反正呢，就是想跟大家一个忠告，就是不管你去哪里旅游啊，就是一定要小心低价，就是天下没有这个免费的午餐嘛，就是1分钱1分货。你想每个人都要赚钱，他不可能给你很低的价格，然后让你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他就是希望能够从购物那边来赚你的东西。我对购物这个东西我不排斥，像我们买那个玉头一天晚上，我们还有买那个蚕丝被啊，那个导游他也没有逼我们，他就是以一种就是我把你服务好了，我就让你想要去跟我买这个蚕丝被的那个套路。
但是我就买的心甘情愿，因为我们就觉得他讲的又好，然后又好笑，然后就讲解的又是让你学到很多东西，我就很开心，我就想要支持他工作，所以我们就买了2000块钱的蚕丝被，比那个玉还贵，比那个玉还贵，但是我买的心安理得，就是我很开心。对，到现在都还在用，现在都还在用啦。所以我就觉得说买东西呢，我不反对，就是说你不要骗人就好，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我气的点是在于说他们用一些就是骗人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好，就讲到这儿，一键3连，好，拜拜。拜。